Hello，各位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草木星空日记。我们8月份的占星辩护人到了狮子座的主题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共会有4场狮子座的直播。这个月我排了4场，那这个直播的日期呢，就在麻烦大家到我的这个 FB 跟 Instagram 上面呢，我有公告给大家哈，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4场直播。我们要来聊一聊狮子座这个星座最经常给人的刻板印象跟误解是什么，特别大家又最想要投诉他们的是哪一点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狮子座的这个主题。我们先从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非常渴望别人的关注啊。我们先从这个渴望关注，然后希望获得别人的奖赏、称赞以及刷存在感。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来讲起，为什么狮子座呢会特别需要别人称赞他他们真的非常需要夸夸部队，就是不停的给他拍手鼓励他，然后告诉他好棒棒。就是这样的性格呢，有些人很欣赏觉得很可爱很有自信，但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天哪，为什么每次你都要是主角？就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会很不习惯这样的刷存在感的行为，所以我们先来调查一下就是以下这些行为呢，哪一些是线上的朋友或者是这个听众朋友你们觉得最受不了的？不如我们先来这个调查一下。我们先看一下线上的朋友就是哪一种求关注的行为呢，是你自己比较没有办法忍受的？第一种呢，就是别人不管讲什么事情呢，他都要接一句我也是然后就把这个话题呢引导到他身上了，就大家接下来就要听他讲他自己然后别人再继续开一个什么样的话题，他又说我也是然后又把焦点拉回自己身上这是第一种人。那第二种呢，是在社交的场合，他会刻意放大他的音量或者是动作就是要为了吸引全场的目光这也是一个很求关注的行为。那第三种呢，就是他可能会在社群媒体上面呢，他的贴文呢，经常就是会有意无意的去暗示自己有做了多少的事情不断的暗示自己的付出，而且你可以感受得到，他就是希望大家称赞他，说一句哇，你好辛苦你好累你好棒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像这样的行为诸如此类的啦以下哪一种就是你觉得最无奈的，或是你最反感的？这3种行为我最常遇到的是第一种，我最常遇到的就是话题永远都会接到他身上，其实也没有要讲他，我们可能是另外一个朋友，他想要讲他自己，可是呢就有某一个人呢就会突然出现，就说我也是，然后话题就转移到这个朋友身上我蛮常遇到第一种。那因为我是一个蛮爱听故事的人，所以就算是第一种人，我觉得还 OK 啦，因为不管谁讲我觉得都 OK， 只是如果是站在原本发言的那个人的角度，可能会有点不高兴。好，比如说是我好了，我原本是要讲我自己的事情，结果被对方一句我也是然后所有的焦点就开始听他讲10几分钟他自己的事情。可是如果他是打断了我，就是我可能话还没讲完，他打断了我就会觉得常常这样子我会不高兴偶尔一次我觉得无所谓，等你讲完我再讲就好。可是如果是常常这样子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很不好啊，干嘛打断别人讲话？那第二种呢，就是在社交场合放大音量有线上同学有线上朋友投这一个是你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是吗？
Flying Sherry 说没办法接受刻意要把动作放大，这个也蛮让人家困扰的哦，就好像大家非要看到你不可。那第三个是发文暗示自己的付出，这个我也是有见过，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蛮能够理解狮子座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我还好，我个人也不会觉得很抓狂。但是每个特质就是这样嘛，就是有人觉得无所谓，有人就会觉得很讨厌这都很正常啊，这都很正常。好，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很不喜欢这种求关注、刷存在感的行为。到底哪些人会特别对于这种你一直想要把焦点放在你身上，一直想要讨别人摸摸拍拍的这种行为会感到反感呢？什么样星盘的特质的人比较容易对这类的行为反感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的星盘里面有土星合相四角土星合相四角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上升下降天顶天底这4个轴点如果有土星的话，那就代表说你对于这个一直要寻求人家讨拍拍讨摸摸的这样的行为呢，你是觉得蛮莫名其妙的或者是你的土星跟日月有相位就是日土相位月土相位，因为土星合相四角或者是日土相位月土相位的人，这个土星能量就是比较强一点。那对这类型的人来说，他们认为纪律节制，然后凡事就是要经过时间好好的努力好好的累积，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就是你的价值是来自于你很有纪律，你默默努力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才是价值所在。所以对他们来讲，实力是要默默耕耘就好啊。如果他看到有一个人为了要博眼球，然后就大肆宣扬感觉好像很大张旗鼓，然后要所有的人都要看他，就做出一些很夸张的事情的话，那么土星能量强的人会觉得这种行为是非常浮躁的，是缺乏生命底蕴的实力的他们会觉得这种人他们是不欣赏的，因为跟他们所信仰的价值是相违背的所以他们是不欣赏。那另外一种是，如果你有摩羯的星群，或者是你的星盘上面摩羯座就在一个很突出的位置，比如说你的上升啊、太阳啊、月亮啊就是在摩羯座，或者是你有摩羯座星群的话，那摩羯座能量呢强势的人也会觉得他们比较看重实际你做了什么结果就是你在还没有做之前，或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不需要一直强调你有多努力，他们会觉得你就拿结果来说话就好了摩羯座能量的人他们看重实际的结果跟社会架构里面你实际上是占什么样的位置，也就是说你的成就呢，你成就如何你是不是真的如你所说的这么厉害当一个人他在自吹自擂的时候，摩羯座能量的人会去思考，那他实际的成果，他真的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他现在真的很有成就吗？在这个社会的阶层里面他是怎样的这个才会让摩羯座服气。所以如果你没有实际的成果，却急着要讨拍或者急着希望有夸夸部队来称赞你的话，那摩羯座会觉得这样子很不务实啊，因为你只是想要换取这些表层的奖赏表层的赞赏。甚至对摩羯座能量的人来讲，这个有一点
有点不够成熟啦。他们比较看重的是实际的结果。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的水瓶能量是比较强的就比如说你的上升月亮太阳是在水瓶，或是你水瓶星群你的星盘里面水瓶能量很凸显的，这个也是对求关注的行为比较反感不欣赏。因为水瓶座在意的是群体的平等跟客观他会认为大家都是一样的要努力又不是只有你努力，大家都一样努力一件事情怎么可能只靠一个人就完成所以当狮子座狮子能量的人在强调我自己非常的用心我做了哪些事情，他会觉得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大家都是平等的，而且你不能那么主观的觉得就是你的功劳水瓶座会觉得我们客观一点来看这件事情，他会倾向客观，然后倾向去凸显群体的平等价值。所以在水瓶能量里面在水瓶座的眼里，每一个个体都是重要的。所以当有人不断试图把聚光灯全部都要拉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对水瓶来讲，这个是破坏了人际互动的那个相对性相对平衡的这样的空间的时候，他会觉得很不以为然，而且甚至会对这样的行为呢是冷眼旁观的他会认为这个是太过度膨胀的自我中心了啦因为水瓶能量一直都很反对英雄主义嘛就是他不太信任一件事情就是单靠个人，他觉得这个太主观了。好，所以如果星盘里面有这些特征的人的确会对求关注刷存在感的行为感到不以为然，或者是比较反感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求关注的行为反感刚刚也有说，有一些人呢会觉得蛮欣赏这样的自信风范的有些人就会觉得好可爱就是这样讨拍拍，然后寻求掌声鼓励的行为，在某些人眼里会觉得很可爱那刚刚我们是从这个不喜欢这样的行为的控方立场觉得这样很烦或很幼稚，我们刚刚是从控方立场来看，那我们转个角度从这个辩方立场来看的话，为什么狮子座呢他会这么需要别人的鼓励称赞赞美，需要别人看到他因为狮子座它是这个固定模式的火元素它是火象星座，那固定模式也就是它是一个持续燃烧的火焰。我们如果用这个大自然的元素我们用物理现象去看的话，它其实是需要固定燃烧的熊熊烈火。这让我想到呢我在今年4月的时候有带一班森林占星工作坊就是带这个学生然后走进暖冬峡谷就是走进这个峡谷的大自然里面就去2天1夜的这个露营。那露营呢我们刚好呢就是在晚上有一个萤火晚会反正我们就是会生火，就是会围着这个炉生火这样子。那个生火的过程就非常非常自然的聚集了一些人潮你知道在露营的那个场合，大家吃完饭了，然后主办方就是这个营地呢开始升起炉火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用多说，大人小孩就围过来了因为有露过营的朋友就知道嘛，这个我们最喜欢生炉火了，生炉火除了可以烤肉还可以什么烤棉花糖
还可以烤棉花糖，所以小朋友很开心啊，大人也很开心哦。有烤肉，有啤酒，而且大家围着这个萤火呢聊天呐、是非常欢乐的这个气氛。其实那个画面、那个气氛的当下，就是狮子座的能量。这个就是固定的火哦，固定的火元素，天生就会聚集人潮，天生就会带来欢乐。你都不需要刻意做什么。我们人类本来对于固定的火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就是很自然的传播开了。所以你说狮子座他是真的很刻意吗？很刻意要去刷存在感吗？其实不是啊，对狮子座来说，他就是做他自己啊。他的存在本身就会聚集人潮，他的存在呢本身也会带来欢乐欢笑，因为狮子座都蛮幽默的，他们天生有这个能力。所以为什么狮子座如果往这个演艺界发展就是真的是一个实际上的舞台如果他做演艺人员会非常适合，因为他们天生有这个潜能啊，聚众的潜能，然后发光发热。但是呢，有生过萤火的朋友应该也知道，萤火最怕怎么样？熄火。你不管是烧柴还是烧炭，都要添加燃料的都要添加燃料的。所以要让这个火不灭，好，我们说固定燃烧的这个火，固定稳定输出的这个光能跟热能，你必须要加燃料。你在一阵子过后要去看一下柴火烧的怎么样，快熄掉了，剩下微微的余温的时候，或是余火的时候，要添加柴火，要添加木炭。这是一定的。所以为什么狮子座他会需要别人的一些肯定跟鼓励？因为对他来讲，那个肯定跟鼓励，或者是拍拍手夸夸部队对他的赞赏，对他的称赞，就是在帮他添加燃料。那添加燃料才有办法让他继续稳定的输出他的光能跟热能，去照耀他身边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添加柴火的过程。如果你身边有狮子座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或是你的亲密的伴侣，你就知道当他跟你讨拍、讨称赞的时候，或是他会默默的就暗示你、明示你需要你夸夸他，那就是他需要添加柴火的时候了。因为火的本质就是燃烧嘛，向外散发这个热力。那它又是这个固定的能量固定星座的能量，所以它会需要不断的去维持这个热度维持这个火不灭。所以寻求外界的目光啊、关注啊，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要维持他们的这个火不灭。那他们之所以极度渴望关注呢，其实背后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很害怕被世界遗忘的生存恐惧。因为火灭掉了，他会觉得他自己也不存在了。火象星座、火元素都跟这个存在的意志是有关联的。母羊也是，但是母羊比较不是需要烧很久，母羊无所谓的母羊很像那个很像打火石，把火打起来的那一瞬间，母羊就存在了。可是打火石打起来的火烧不久的它只是一个隐性就是点起来的火要再靠其他助燃的东西才有办法让火烧得旺烧得久所以开创的火象跟固定的火象他们都跟存在的议题有关，但是他们的需求不同。
牡羊是这个开创的火象星座，所以它的存在是来自于它是不是第一个最快的那一个，从无到有的那一个，那是一个开创的能量。但是狮子座它是固定的哦，狮子座对于存在的议题是我有没有办法持续的有影响力，我有没有办法持续这一股火。如果我火灭掉了，那是不是也等于我灭掉了？所以对他们来讲，渴望关注是很自然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很用力的展现自己，不是为了要去贬低别人，或者是去好像他很虚荣，其实不是。站在狮子座这个星座能量的角度，当被关注到的时候，被别人看见，然后被别人欣赏，这件事情对他们而言就代表他很有价值，他就在这里，这是一个自我存在的肯定。所以他们才会给人家这种印象，给人家这种感觉。那除了狮子座之外，还有哪些星盘配置的人也可能会有这种很渴望关注、刷存在感的特质呢？虽然我们讲到狮子座，第一个想到就是他的确就是非常需要别人肯定他、鼓励他。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啊，都是有这个狮子能量的哦，太阳狮子、月狮子、上升狮子都有。我身边很多。那我自己也是蛮喜欢当啦啦队的哦，因为我水星也在狮子哦，就本身也是这个讲话的方式就是很啦啦队作风哦，狮子座那种啦啦队作风，所以刚好我也是一个很擅长扮演啦啦队，然后我就跟我狮子座能量的朋友呢相处融洽。我就是一个很称职的啦啦队哦，他们需要来添柴火的时候，我就加柴火，95加满，92加满这样子。因为你会发现，其实肯定一下他们，鼓励一下他们，他们又是一台跑车哦，又会奔驰上路了，然后继续去驰骋，我就觉得蛮可爱的啊。只是说当他们状况很不好的时候，就会一直来找你加油。有时候也会其实在旁人的眼里啦，就是我身为那个一直帮这个狮子座好友们加油的角度也会在想那万一哪一天他们遇不到有人帮他们添柴火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也是狮子能量的人的课题啊。真正的柴火在你口袋里啊，你其实自己口袋里也有柴火的，只是他们多半没有意识到多半都是希望透过别人肯定他们，看见他们的独一无二之处，看见他们有多努力，他们寻求外界给他们的回馈。毕竟他们认为他发光发热就是要被外界看到啊，那他们很需要外界给他的回应，才能够肯定自己的这个光跟热有没有照耀到大家。他是需要外界给他一些回馈的。但是狮子座的朋友最终的一个课题，他会慢慢的走向，他会发现他自己口袋里就有柴火，而且是源源不绝的柴火。他会学会找到自己内在源源不绝的动力去肯定自己，他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不然的话，是做的朋友可能这一生都会困于渴望被欣赏。
这是他们的特质，天生有这个倾向。但是如果太执着于此的话，就会变成对他人的赞赏、他人的关注形成一种依赖，就会变成非常仰赖他人的关注。当过度依赖他人的关注你才觉得你自己存在的话，这个失衡就会变成一种枷锁。本来自信的狮子，可能到最后可能会开始自我怀疑，就会走向自我怀疑。因为当你得不到你要的赞赏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怀疑你自己是不是根本很糟糕，所以没有人看你，就会去到这样子的一个负向连结。所以狮子座的课题就是在于你拿出你原先的自信，你真的很棒，你要懂你自己，你是真的了解你自己。但是你的棒不是要别人说出来才代表你真的很棒。在没有观众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相信你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你还能不能够保有对自己清明的认知跟自信？然后你的光跟热是以服务跟贡献的角度去照耀身边的人，而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称赞。即便没有人称赞，你都觉得自己的存在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狮子心啊，这才是真正成熟伟大的狮子心。狮子心光明磊落、自信、热情，但这些都不需要建立在有人看到你或没有人看到你。但当然这是一个狮子座能量的演化之路，它的发展的路线。所以一开始我们会觉得狮子座很渴望关注，要讨拍拍讨摸摸，这个也是大家对他们的普遍的印象。只是在多了解他们一点之后，才发现说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存在感很重要所需。那除了狮子座之外，我们刚刚有说也有一些人，他即便不是狮子座的能量，但是他一样也蛮求关注的，但是他背后的理由又跟狮子座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人。第一种人呢，我看一下第一种人是需要舞台型的。什么叫做需要舞台型的人呢？比如说星盘里面如果这个盘主他的月亮呢是在第一宫，或者是月亮在第10宫，或者是命主星在第一宫跟第10宫，就是看月亮跟命主星有落在1宫或有落在10宫的这样的人，他就是需要一个具体的舞台，社会舞台，他需要站在众人面前。因为1宫跟10宫呢，它是一个会被大家关注到，一定要被看见的领域，特别是在世俗环境中很具体的一个领域。所以如果有重要的个人行星落在1宫跟10宫，就代表说他们的灵魂深处、内心深处会有一个很强烈的驱动力，想要求自己的意志或者是自己的成就是要被这个世界看见的，他会有一股很强大的驱力，想要被世界看见。他们没有办法默默的在幕后努力，他们不会甘于只在背后努力。刚刚有说嘛，如果你是这个土星能量比较强，比如说土星在4个轴点，或者是你有日土月土相位的人，你们就觉得默默努力就好了。可是如果月亮在10宫或命主星在10宫的人，他们不走幕后努力的路线，他们非常需要别人看见他们的成就。这个是第一种，就是需要舞台的这样的类型的。那第二种呢，是很纯粹的，它就是生命力的展现。就是除了狮子星群、狮子座能量之外，其实其他2个火象的能量
强的人哦，也是蛮需要被看见哦，寻求关注的。第一个是群星牡羊，第二个就是群星射手了。好，如果你的星盘里面火元素特别被凸显的话，那基本上你也不是那个在角落一旁默默努力就可以打发你的哦，不行哦。可是你这个很渴望被看见的这个欲望是来自于，这就是你的生命力的展现啊。因为火元素呢，就是需要向外燃烧，要去散发这个热的本质。牡羊座的渴望关注是他想要冲在最前面，当第一个，他要当先锋。我先帮你们去开拓一下，我先去试试看。这个是他渴望关注的背后的原因。那射手座渴望关注比较偏向说，我有一个很棒的想法，我看见了未来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好，我觉得我这个想法一定要跟你们分享，我要去传播给更多人知道。所以射手座比较是走这种他有一个很棒的理念，有一个新的发现，会有一番见解，然后希望大家赶快来听我说。所以无论是牡羊还是射手或狮子就是这一群火象星座呢，他们都很需要透过外界的眼光来确认自己的生命力的展现这就是很纯粹的生命力的宣泄型。那第三种呢是情绪高需求类型的呢，这种人呢就是比方说月木相位就是当这个星盘里面的月亮呢跟木星有紧密的相位特别是合相月木合相这样子的人，代表说盘主他的内在的情感情绪是会被放大的，而且他会需要有人可以去回应他的这就是高需求情绪高需求型的。木星放大的月亮当事人会在他的情感表达上面，或者是他的情绪的这个感受上面，会不自觉的需要很大量的回馈，所以你会认为月木相位的人，他的情感起伏也很大开心的时候超开心狂喜，然后生气的时候暴怒，然后难过的时候大悲或狂哭之类的，就你会觉得他的这个情绪的展现都是是很有感的，或是很激烈的是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情感的展现。所以月木的人呢，对于别人看见他这样的情感的展现有没有什么样的回馈，他们也会很重视他们也会需要旁边的人给他一些情绪上的回馈，他们的开心或者是难过都不是走那种默默消化路线的没办法默默月木就是很澎湃的浓烈的强烈的这个情感，然后我对外就是展现出来了，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有什么样的互动，我会很渴望身边的人给他一些回应啊，或是给他一些热烈的反应因为他天生就是个情感浓烈的人，激烈的人那因为这样的需求啦，所以其实在旁人眼中也会觉得你是不是在求关注啊，你是在刷存在感可是其实未必站在月木的角度，他根本也没有想到什么存在感这真的就是他的一个情感交流跟情感表达就是强度这么强这个是月木。Flying Sherry 说射手星群是不能只有我知道，对射手星群是那一种我看到了一个很棒的东西，很伟大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方向一定对所以大家听我说跟我来这样子，不能只有我知道的。如果只要论不能只有我知道的话，其实双子星群也是，不过双子星群比较像是我有最新消息来分享给大家射手不见得是最新消息，射手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信念，好的想法，好的愿景，我看到了远方
我帮大家看到了远方，你们不知道对不对？你们看不到对不对？来，我跟你们说，这个是射手。好，所以其实看完呢，就是渴望关注的背后，原来有很多的原因嘛。好，那我们要怎么样给就是控辩双方一些建议呢？如果呢，你是就是对于这种求关注行为反感的那一方，好，假如你是那一方，好，你的特质就是不太喜欢别人这么高调的张扬自己在做了哪些事情，好，不喜欢人家讨拍的。那么下次当你遇到这股强烈、很需要被看见的对象出现，好，或者是你发现，你身边有人又是这样子的能量在运作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清静好像被打扰了，我觉得好吵。有些人是狮子座还蛮常被请小声一点的哦。据我所知是蛮容易被人家叫小声一点的，因为狮子座很容易人来疯跟过嗨嘛。欢乐啊，欢乐当然就是要开开心心，但也容易怎么样太吵。所以如果呢你是那种很不喜欢这种亲近被打扰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先理解一下就是这不是针对你啊，也不是他们好自私哦，都不顾现在几点了，然后在什么场合打扰到别人。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他很努力在对抗被遗忘的恐惧。的确也是，他们不自觉的很担心就是这是一个跟生存相关的需求。当然这个需求过度的索取也会让人家反感但如果呢你身边你的亲密的伴侣或家人他就是有这样的特质，那或许这个时候你给他一个很温和的眼神，或者是跟他讲一句我有看到你的努力咯其实这样就够了。他就可以安抚他的内在，他其实在等的就是这一句他在等的就是你给他一个肯定的眼神或者是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互动回馈就是用你最少的精力，但是你知道这个就是他的灵魂所需嘛。好，那如果他对你是重要的人，那么你可以这样子就是瞬间安抚他们内在的存在焦虑。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本身不管你是不是狮子座，好，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几个星盘的特质，也是非常渴望关注的。好，那如果你本身就是这样的人的话呢，给你的建议就是，我觉得想要被看见是很正常的本能。好，对火象来说的话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还是要记得就是不要过度依附他人的掌声，你的价值不要过度依赖别人给你的回馈你的价值不等于他人给你的回馈，他人的回馈，他人的掌声、鼓励、赞美可以让你更觉得自己有价值，这个是加分项可是不是代表没有了这件事情你就很烂，你就很糟糕不要画上等号。然后你要把这个渴望被关注的这个欲望呢，转化成持续打磨自己实力的动力，会比较实在。既然你希望获得别人的称赞那么就把它化为让你自己的实力更加提升真的就是用实力说话以成果来说话。我觉得这个对狮子座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砥砺自己的机会。其实狮子座对自己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后面几场的直播有一场会来谈这件事情。这个完美主义不是只有处女座，其实狮子座也是隐形的完美主义我很想要来谈这个，反正后续我们讲狮子处女的时候，有机会会讲到完美
完美倾向，你会发现狮子座也是隐形的完美主义者，只是大家一般都忽略了。大家一般都忽略，那狮子座的完美主义很容易会变成霸道，它展现出来的就会是一种霸道。可有些人很喜欢霸总啊，有没有霸道总裁？好，我们第4场直播就会来讲强势霸道的这个特质。好，今天我们先来讲他们为什么这么的渴望被关注、被称赞，好，这个背后的原因。那如果你也是这种，就是非常需要他人看见你，好，如果你刚好也是这样的人的话，与其在大声的呼喊大家，就是看我看我看我，好，因为有时候你自己可能也会觉得很累。就是我发现狮子座倾向的人，他们有时候也会陷入一种自我的迷茫当中，就是你想要别人称赞你，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要来的称赞其实只是一种虚假的安慰而已？我觉得狮子座是很清楚知道这件事，他们最渴望的就是在他还不用开口的时候就被看见。哇，这个就是称赞到点上了。可是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要，自己在索取。可是如果不索取，他就得不到，然后索取来了，你又不相信，这个状况就会卡住，就会让狮子座卡住。所以与其一直叫别人看你不如就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带给别人温暖跟光亮的存在。其实你们一直都有这个能力，你们也一直都是，差别就是在于别人有没有告诉你而已。你就不要太依赖别人的回馈，你要理解，你要能够看见你在你身旁的人的眼里，其实你一直都是这样的存在，只是别人可能不见得会每天告诉你，你带给我温暖，他不见得会每天挂在嘴巴上，但是我相信你是感觉得到，你是可以带给他们温暖跟光亮的，你会带来他们需要的一些勇气，然后欢乐欢笑，然后觉得被你支持的感觉真好。狮子座是有能力带给别人这样的一个支持和鼓励的力量，还有你们天生的自信，在狮子座没有萎靡的时候，没有自我怀疑的时候，光看狮子座活着就让人家觉得很有力量，其实是的，只是别人不一定会跟你说，对呀，Frank Sherry 有说啊，狮子其实只要专注在自己感兴趣，越做越有成就感的事情，就会慢慢发光。对，因为对狮子能量来说，他做这件事情，他只要享受其中，自得其乐，那么大家就会深深被他吸引。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萤火晚会，那个炉火一升起来，大人小孩自动围过来，大人小孩自动靠过来。可是如果你是那个炉火，你是那个木炭，你是柴火，你想要听到大人小孩对着木炭柴火说，木炭你好棒哦，我们今天好感谢你哦，谢谢你，我们才有这样子很大的炉火，可能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会听到啦，也不见得每一天都会听到。可是如果你回到那个场景去看，他们不用说这句话啊，他们的行动就已经向你靠过去，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了吗？就是已经这个就是大家同欢同乐，但是那个源头是在于狮子座这个能量，他享受在他自己做的事情上面，然后他很乐在其中，他把自己融入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他自然就会发光发热。
而且我在我的这个占星工作坊，森林占星工作坊里面也有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们看这个固定的炉火就是这个萤火，它燃烧起来大家很喜欢，可是大自然里面有没有人是不喜欢靠近火光的？有没有什么动物？有没有什么样的生命其实是畏光的，不喜欢靠近火的也有啊，也有啊，对吧？好，所以被讨厌有人不喜欢狮子座，这是狮子座的罩门，因为狮子座很仰赖被欣赏嘛。如果他发现我不被欣赏，或是这一群人里面有人不欣赏我，那对他们来讲，那是一种蛮大的否定，因为他们会期待自己是受欢迎的，是被欣赏的。虽然他们理智上也知道可能就是有几个黑粉或者是有些人会讨厌自己但是他们的情感上面还是会很介意这件事情。那我在这个10大行星的课程我们来这个工商一下就是我现在的这个on档课有在直播的，就是这堂课10大行星能量与驱力我们在讲到这个行星的能量的时候，也有用太阳来，也有讲到太阳。好，虽然狮子座它不等于太阳但是它跟太阳都是这个热干直地的。好，狮子座的也是热干直地。也有人不喜欢太阳神阿波罗啊，就像那个达芙妮嘛。好，阿波罗是这个多才多艺的偶像希腊神话里面的天神一个多才多艺又俊美的男神迷倒这个很多少女的心。可是就有人不喜欢他啊，达芙妮为了要拒绝太阳神阿波罗的追求，宁可把自己化为一棵月桂树都不要跟太阳神在一起。所以连这么有魅力的阿波罗都有人不喜欢他了回到同样是热干直地的狮子座，你们是固定的火，你们是炉火没有错，可是也有些生物就天生畏光，不喜欢火。这不是谁对谁错，也不是你不好或他眼光不好，其实不是，真的就是很自然的，大家会依照某些频率共振跟你相投合的，你会吸引来的，就是跟你频率有共振到的。那有些人他天生就是不喜欢你的频率，也无妨啊，说不定你也不喜欢他们的频率啊。回到大自然里面，一切就可以很客观的去理解就是有些生物是畏光的，它不喜欢发光发热的东西，但不代表你不好，也不代表他们的选择有错，这样大家就会比较容易去理解。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想要听我讲更多深度的解析10大行星的话，欢迎扫描右上方的 QR code， 或者是到我的官网牧尘占星私塾现在有在线上直播的课程，就是10大行星能量与驱力这堂课。好，那另外呢，也有一堂课是9月份即将展开，9月4号的一堂课，讲南北焦点、月相跟日月食这堂课叫做灵魂节奏与回响。好，那现在还有晚鸟优惠所以如果你对南北焦点想要知道在解盘的时候，我怎么样从南北焦点，然后跟太阳、月亮的关系我要怎么样去理解为什么我今生会是这样的星盘那这个问题我也会在这一堂课灵魂的节奏与回响里面呢，带大家去看一次你们的盘你们就会慢慢的理解原来我这一辈子会是这个星盘，会长这样子的星盘结构是有原因的。
好，那今天呢，也很开心哦，跟大家小聊了一下狮子座的这个渴望关注那我们明天晚上还有一场直播，好，所以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喽，拜拜！谢谢线上的朋友，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拜拜。